說到斯里蘭卡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這是一個破產窮國，貧窮落後。可是真的，當你到斯里蘭卡去走一次之後哈，你就會發現這是一個超美的國家。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島國哈，它的旅行資源是非常的豐富，既有亞洲的傳統和美食，又有歐洲殖民時代留下的歐風古堡和茶文化，還有不輸非洲的原始雨林和動物的多樣性。你在斯里蘭卡走一圈哈，你就好像做了一次環球旅行。這個國家啊，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它的旅行價值哈，真的是被嚴重低估。我們對旅行的期待，美麗的自然風光、迷人的人文歷史，這些斯里蘭卡都有。那就我個人而言呢，我是一個鐵道愛好者。那斯里蘭卡它有世界上最美的鐵道線。我是一個建築愛好者。斯里蘭卡有熱帶現代主義的設計大師傑弗里·巴瓦，有世界上最美的建築。我是自然愛好者，也是野生動物的愛好者。斯里蘭卡它的地形地貌景觀非常的豐富多彩，非常有斯里蘭卡特色的野生動物呢也非常多。那我還是一個茶文化的愛好者。斯里蘭卡呢，它有美麗的茶园，有正宗的西蘭紅茶，還有非常傳統的英倫風的茶文化。就这个国家的魅力哈，它真的是非常多方面，非常丰富多彩的。可以说斯里蘭卡它滿足了我對旅行的所有的期待。1個月在斯里蘭卡旅行之後哈，我覺得斯里蘭卡它是此生必到級的旅行目的地。我這個從來不做旅行攻略的旅行博主哈，決定出一期斯里蘭卡的攻略視頻，因為我希望讓更多的人來了解斯里蘭卡，不要錯過這個美麗的國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呢，首先是斯里蘭卡這個國家安全嗎？其次呢，就是有哪些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還有呢，就是斯里蘭卡有哪些不能錯過的文化體驗和美食體驗。還會跟大家分享呢，斯里蘭卡的旅行開銷貴不貴？很多人以為哈，這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它的物價非常便宜，所以呢，斯里蘭卡的旅行一定也是物美價廉的。其實並不是這樣，你在這個國家哈，千萬別以為是個窮國就很省錢。在這個國家的旅行開銷哈，其實我還是非常意外的。今天這個視頻呢，是由時裝品牌 Lily Silk 贊助的。請大家允許我在進入正式的話題之前呢，花2分鐘的時間介紹幾件簡約百搭的高品質春裝，都是現在這個季節剛好用得上的。而且這些衣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特別能夠遮肉顯瘦，能夠非常好的修飾體型。最先給大家推薦的是這件真絲和亞麻混紡的短褲，這個褲子太好穿了，我整個斯里蘭卡的旅行基本上都在穿它。既有非常好的光澤度，又有很好的筋骨感，而且比起純亞麻來，它要抗皺很多。我們中年人穿這種半褲哈，就特別忌諱穿出廉價感了。穿搭的時候哈，我就是這麼簡單的配一個白 T。這件真絲無袖上衣，優雅灰加上極簡的款式，是我超愛的單品，任何場合都能穿，裁剪上也非常顯瘦。外搭的這件真絲羊絨混紡的小開衫，可以穿1年4季，因為混紡了真絲，不會特別熱，輕柔絲滑，非常適合夏天的空調環境。如果你想要一件春末夏初薄薄的風衣，這件就是很完美的選擇。真絲面料自帶高級感，正統簡約的設計，腰部有抽帶，穿上身形很美。還有超級顯瘦的鉛筆褲，腰腹部的舒適度非常高。溫柔包裹感的真絲混紡瑜伽褲，貴氣十足的真絲闊腿褲，前邊的打褶設計不只是遮小肚子，而且穿着也非常寬鬆舒適。優雅舒適的重磅真絲休閒服，天然自帶體溫調節，是真正奢品才有的舒適度，都是這個春夏非常好的選擇。所有的產品鏈接我都放在視頻下邊的說明欄裡了，點開進去就可以看到。首先來說說斯里蘭卡這個國家的旅行是不是安全？結論就是非常安全。斯里蘭卡是一個女性可以放心獨旅的國家。我個人的旅行經驗呢，就是我在科倫坡的時候感受不太好，一直有人
跟我就是搭讪哈，可是他们呢也没有对我做什麼壞事哈。如果你要是回應他了，他應該接下來可能會向你兜售一些旅行景點呀，或者什麼什麼的哈。還有呢，就是突突司機比較多，他可能是看出來我是一個外國觀光客，想要帶我去哪裡哈。一旦離開科倫坡哈，就是非常淳樸的民風民情哈，那個斯里蘭卡人都一看啊，就是特別善良，特別 nice， 就是臉上總是掛着微笑哈。給我的印象就是這個國家的國民就是非常的淳樸善良，一點都沒有那種就是不安的感覺。我也沒有遇到小偷什麼的哈。那我遇到的這個出租車的司機也好啊，就是遇到的周圍的人呢，我也覺得沒有人說要上趕着來騙我的那種感覺哈，沒有。當然就是人家在旅行景點，人家可能會跟你要個高價呀，說是想讓你買東西什麼的，這你就是自己的判斷，這也不能說是人家騙你哈。我是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一個人旅行，所以對於女性獨旅在安全方面的這個注意事項我一向都是非常謹慎的。特別是自己有了一定的經濟條件之後呢，我一個人出去旅行，我基本上都是從酒店裡包車，然後呢就是一路都是司機跟着我。因為酒店裡包來的車它比你在大街上隨便叫的這個出租車那個司機要更可靠，都是經過酒店選拔來的人嘛，他都是固定在這邊工作的，所以這種人呢，你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放心的跟他獨處哈。那我這次到斯里蘭卡呢，也是我到了本托塔之後我通過酒店預約的出租車的司機，他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就問他說，那我現在接下來有1個月的旅行計劃，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走？然後他非常開心。這樣的話呢，我就有了一個很可靠的司機，這一路陪伴我，做好就是自己的安全管理，特別是錢要管好。你比如說在酒店的時候我從來不會把我的就是攝影設備啊、電腦啊，還有我的錢、護照這些放在服務員進來打掃衛生時候就能看到的地方，因為我覺得就是說你給他造成了這個可能性，那就剩下的這個人是什麼樣你也很難說嘛。我自己也有過，就我當時帶了很多現金就被抽走一沓，然後去跟酒店講，他們說我們看了監控，就是你這個房間裡沒有進過外人，只有我們的服務員去打掃過。我說那就是你服務員了。那他說我們的服務員絕對不可能做這種事情，或者沒有对證哈。後來呢，我也是就是絕對的把這些東西要放到他看不到的地方。這個是一個鐵的原則。而且呢，我是絕對不坐在機場啊、景點啊過來拉客的那種出租車，這個也是我的鐵的原則。我用的出租車呢，如果不能夠從酒店提前訂好呢，我通常也會用那個手機的 app 來叫，因為它這上面登記的司機呢，他還是有一些基本審核的嘛。而且我在任何一個國家，我換錢的時候，我都會把錢換得比較小，這樣我買東西的時候，我不會一下子拿出一張大票來，就是晃到別人的眼睛。我拿錢的時候，一定不是把錢包拿出來拿錢，我一定是我這個錢是放在我身上隨身背的這個包的裡邊，我拿的這個錢在裡邊的什麼位置是不會給人家看到的。所以其實這個旅行的安全管理會不會出問題有80%-90%是自己的責任。我們再來說說斯里蘭卡的交通斯里蘭卡是一個交通非常方便的國家。我覺得在這個國家旅行比較好的交通方式呢，就是火車和汽車的組合。斯里蘭卡有2條世界上最美的火車路線，坐這個火車本身的這個景觀就已經是旅行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你絕對不可以錯過的。這2條景觀火車呢，一個呢就是海濱列車，沿着海岸一路行駛，這個視頻我已經出過了，沒看過的人可以回去補一下。另外一條在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景觀火車路線呢，就是它的高山茶園火車。火車就是一路行走在它的高山茶園，茶園的丘陵起伏地貌，然後你看着那個樹慢慢的呢，這個芭蕉葉影就消失了，就變成非常高大的一些樹木整個的景觀变化還是非常美、非常迷人的。而且这個斯里蘭卡的火車特別慢，它真的就是讓你有一種享受那個慢旅行的那個魅力非常好。座位的品質還是不錯的，也比較乾淨，比較舒服。像我呢，第一次坐的那個海岸列車我這個是有點被那個 AI 給騙了
他說你要是想要能夠把这个鏡頭伸到車外去拍照哈，你一定要坐3等座位，3等座位窗戶是可以開的，因為我肯定是要攝影嘛，那我就毫不猶豫的我就選擇了3等座位。這個3等座位也不需要預約，你就上去搶座。然後我又不是一個很會搶座的人哈，本來我早早的就到站台等着了，結果那個火車一來，大家呼的一下就跑到門口，我也沒對上那個門口，等我上去的時候，靠海一側的靠窗的座位都沒有了。我來了，你看這個窗戶其實能夠下邊能夠打開一點點，嗨，下邊能夠打開一點點，然後整個窗戶都是非常髒的，就是很老舊也很髒，就是你看不到外面的風景。後來我問了人家，就是坐頭等座位的人哈，人家說那個大玻璃又大又乾淨又漂亮，就坐在那兒看風景就是最好的。所以你們要去呢，就乾脆就直接約1等和2等座位。它的公路交通呢也非常發達，而且路況是非常好的，公路很新，離開科倫坡，離開一些比較大的城市哈，它的車流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自駕也很安全。其實我剛開始哈是打算自駕斯里蘭卡來着，因為斯里蘭卡它是左側通行，那我們在日本也是左側通行，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問題哈。可是我問了一下 AI 哈 ，AI 說它的路上不只是有汽車哈，它還有就是不太遵守交通規則的各種突突哈，然後還有行人，甚至還有動物。他說不建議外國遊客在那邊自駕哈。我一聽他這麼一說，我覺得情況複雜，我就放棄了。實際上是完全可以自駕的，它的路況比起其他很多國家要好開得多。自駕啊，你不只是可以租汽車，你還可以租摩托車。像很多年輕人哈，在那個 Marisa 那個地方，它是一個全世界著名的衝浪聖地哈，它的海浪非常美。他們年輕人去了那兒就租一個小摩托，嘟嘟嘟的到處開着玩，我覺得也挺好的。除此之外呢，外國遊客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出租車或者是包車的這種形式。出租車叫起來非常方便，它可以用 Uber 的，就是基本上也是能做到隨叫隨到的。而且這些出租車它是肯跑長途的，就是其實斯里蘭卡這麼小的國家，它長途哈，也就是1-2個小時，最多哈就是4-5個小時。就是你叫出租車，你跟他談個價，他也願意把你送去再回來，就完全不是個問題哈。那像我這樣包車的遊客呢，就是非常多，選一個車況比較好，司機人也比較看着靠譜的哈。基本上包車的價格呢，就是小轎車、普通的車哈，大概是60到80美元一天這個樣子。當然跟季節有關係哈。其實我就是這種小轎車哈，但我花的錢平均下來大概一天在90到100吧。這個價格其實已經可以租到一個商務車了。那我為什麼花的這個錢比較高呢？因為當時我是在本托塔租的這個車，覺得本托塔好像是一個真的是非常非常貴的地方。那我在這個酒店認識的一對外國朋友哈，他們呢也是就是包車，但他們不是像我這樣全程包車，他們呢就是走火車的時候走火車 A to B 這樣的行程呢，他們就是直接叫個 Uber， 然後這樣就便宜很多。那很多普通的 Uber 司機什麼的，他們其實講不來英語的，我有碰到過就是不能講英語的斯里蘭卡人哈，溝通起來太困難了。然後那像我這個司機，他英語非常好，他可以用英語給我介紹很多當地的風土人情文化，包括景點的一些知識，一些很 detail 的知識哈，他都知道。所以我覺得我這個司機是物有所值，因為這個司機我的旅行多了很多有趣的細節。就是固定一個司機的話呢，對我這種女性單身獨旅來說呢，就是非常安全的一個措施。關於帶司機包車這個事情哈，我在斯里蘭卡發現哈，有規模的像樣的酒店，它都有專門為司機和導遊準備的房間。就是像我的司機，他帶我過去哈，他跟酒店說他是我的司機哈，酒店就會給他安排住宿，免費的，完全免費的，所有的酒店都是這樣。然後呢，他們吃飯呢，就是會很便宜，酒店還提供他們的餐食。當然，如果你住的酒店比較小，或者你去住民宿了哈，他們可能就是沒有這個條件，那你這個司機他就要自己去當地去找這個住宿了。但是他們的這種住宿就是1000多比索吧，就搞定了，就是也不是個事兒。司機一般來說呢，也不會因為這個額外加錢。更有趣的是哈，我這一路走，有的時候就是在路上，中午啊或者沿途我要吃飯嘛，然後我去的這些酒店
都給我的司機免單。我這個也是非常驚訝哈，我要付司機那份錢，他們都說司機免單不收錢。我在斯里兰卡打突突的时候哈，我就发现斯里兰卡这个突突哈，它比我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做过的突突哈都要干净。我在其他国家做突突的时候，我其實是心裡很抵觸的哈，我覺得就是不乾淨也不舒服。可是我在斯里蘭卡做突突啊，真的就是覺得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我在艾拉就是休整了1個星期。這個時候我坐突突出去隨便逛了一下，沒想到這個突突司機太是個人才了。我就是去拍那個非常有名的那個九拱橋攝影，酒店呢給我叫了一個突突過來，去拍完了之後呢，也沒什麼其他的事兒了。這個艾拉地方也很小，雖然風景很美，但也沒有什麼其他特別像樣的景點了哈。我就說，那我跟這個突突司機說，我說，哎，我今天還有很多時間，你帶我去周圍你覺得好看的地方唄。哇，結果這個司機啊，帶我去看非常美的就是火車的那個景觀哈，那個火車在那個丘陵裡哈，它就像一個玩具小列車一樣。他說這個位置哈，很少有人知道，我去的時候真的就是沒有其他的遊客。然後他又去帶我看了只有他知道的一個螞蟻城堡，那個螞蟻的窩哈，他說他從小就知道這個窩，已經幾十年了，哇，比我還高哈，也就是非常有趣。而且在這個一路上哈，他還給我摘各種野果。It's guava? Yeah, it's a small one. See? Small guava? We go jump here. Try the red one. The it's red one. Sweet. Oh, it's soft. Very good. I like it. Very good. 哎呀，就簡直是跟他出去玩的這一天哈，我就覺得是我在斯里蘭卡最輕鬆愉快最難忘的一天。第二天我離開艾拉的時候呢，叫一個出租車哈，酒店就把這個司機又叫來了。然後我說我不要突突，我要出租車。然後他說不是突突，結果我出去一看，這個司機開了一個特別大特別酷的一個大吉普過來，原來人家還是有豪車的。然後呢，他又告訴我說，你現在要從這個車站走，你會錯失很多美景。他說我往前送你2站哈，你從那邊上車，然後那邊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風景。哎呀，就是他對我來說就是個寶藏突突啊。我把我的司機還有這個突突司機的電話號碼啊、聯繫方式我都寫下來，放在那個視頻下面的說明欄裡，你可以去看哈。我們再來說說斯里蘭卡有哪些必到的景點。但是要是說到美景，斯里蘭卡這個國家它真的是太美了，就是你隨便走出去，隨便一個海天，隨便一片稻田哈，你隨手一片咔嚓就是一個漂亮的明信片。這個國家哈，就是真的是美到這種程度。你在斯里蘭卡旅行的過程中，你人隨時都是在美景中的。斯里蘭卡第一站大家肯定都是科倫坡班嘎拉亞瑪的一個寺廟哈。它有一個海上祭壇，這個海上祭壇呢，就是大設計師巴瓦設計的，非常美，非常值得看。那在斯里蘭卡所有的景點中，我覺得就是最有斯里蘭卡的傳統和文化特色的地方呢，就是西格利亞。大家都知道它的獅子岩，這個獅子岩呢，還是挺值得一看的。它是一個1500多年前哈，有一個國王，他把自己的王宮呢，就建在這個高高的獅子岩上了。當時我就覺得這個國王和他的200多個妃子是不是都是這個戶外高手，可以就蹭蹭就上去哈。我上去的時候1200個台階上去，1200個台階下來，哎呀，我真的覺得我就要掛了。加油！這個獅子岩呢，你要是有恐高症，你就千萬別去了，因為它的那個台階啊，很多都是像鏤空的，在天上走，真的是有恐高症的人可能受不了，尤其是下來的時候，你可能更受不了。那這個國王哈，他為什麼把自己的王宮建到這麼驚險的一塊巨石的頂上去了哈？這裡邊有一個斯里蘭卡歷史上一個特別驚心動魄的一個宮鬥劇。國王呢，他是老國王的大兒子，但他是庶出。老國王的二兒子呢是嫡出，是正宮娘娘生的。這個老大呢，他就不想讓老二繼承這個王位哈，不但廢除了他的父皇哈，他還把他的父皇給活埋了。這個弑父篡位哈，這個整個這部宮鬥大戲裡哈，就所有的人都是狠角色。
然後他的弟弟哈，就是逃到了南印度，然后就发誓要回来復仇，篡位成了国王的这个老大啊，他天天就生活在这个恐懼中。後來他就覺得我這個皇宮啊，這個萬一弟弟打回來我守不住怎麼辦？他就搬到那塊巨石上去了。但非常搞笑的是哈，當他弟弟真的回來復仇那一天哈，他竟然騎着戰象從上邊下來了，在下邊跟他弟弟決戰的，結果果然陣亡了。他這個皇宮真的是極盡奢華哈，裡邊有非常美的游泳池。我就在想，那麼美的游泳池，200多個嬪妃下來，那得是多麼動人的一個場面哈。這個地方還是挺有意思的。你要是想要知道更多的細節呢，你就去看我的視頻吧，我後邊陸續的哈，這些都會出來。那斯里蘭卡的自然風光最值得去的就是它的國家公園，你一定不能錯過。那最有名的是亞拉國家公園哈，這個國家公園呢，你可以看到非常豐富多彩的野生動物，大象、豹子。亞拉就是最著名的這個看到豹子的地點哈。那對於我來說，我非常推薦烏達瓦拉威這個國家公園，它就離亞拉不遠，大概2個小時車程吧。這個公園啊，它也可以看到很多野生的大象，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哈。關鍵是這個公園，我覺得它非常美。亞拉當然很漂亮，但是我更享受烏達瓦拉威的這個觀光，因為它的那邊的觀光客沒有亞拉那麼多。很多人呢，他覺得我看了亞拉就不需要看烏達瓦拉威了，他覺得差不多烏達瓦拉威呢只能看大象，它沒有豹子。可是對於我來說，我覺得這兩個應該都看，因為這公園太美了。然後其他的國家公園哈，就是我覺得看你的個人喜好。那像我來說呢，聖格拉賈熱帶雨林哈，這個也是一個國家公園，在裡邊有非常 happy 的這個徒步經歷哈。你要是喜歡觀鳥的話，那這個熱帶雨林你非去不可，因為它真的那裡面的鳥太漂亮了。其次呢，在它靠近印度的那個北部地區，它還有看這個火烈鳥的國家公園，但是這個呢，它是有季節性的。我去的時候呢，就是火烈鳥基本上已經遷徙完了。亞拉和烏達瓦拉威這兩個國家公園呢，是只能在當地租吉普進去看它，你是不可以在裡邊走着看的哈。裡邊的路呢是非常野的路，就是起伏很大，坑坑包包哈。只有那種特別強悍的可以越野的吉普才能對應的這種路面哈，基本上不需要提前預約，到了那兒然後現場找一輛吉普進去就可以了。但是哈，我自己感覺就是特別要注意的一個事情，就是這個路面非常顛簸，吉普開得非常快，特別是在這個亞拉國家公園的時候，那個司機就是非常急性子，當然他覺得快點開就是盡量幫我去找能看到那個豹子哈。在那樣顛簸的路面上開的那麼快的速度，整個那個車非常顛，我很擔心傷到我的頸椎或者傷到我的腰椎哈。結果果然就是在這兒看完之後，我腰疼了2天，所以我覺得就是一開始你就要跟司機講，不要讓他開太快。我後來就是再三的跟這個司機說，你慢一點開，找不到豹子我也不怪你，因為我覺得公園很漂亮，我很享受這個風景。你如果覺得顛簸的讓你暈車啊、不舒服呀什麼的，你一定要提出來。但是只要你提出來，他們完全照做的，這一點非常好。而且就是在路上你看到任何你想看的東西，你說停車，它都是馬上給你停下來，讓你看個夠的那種。紅樹林呢，也是斯里蘭卡的一個很有特色的一個觀光。最有名的 Madu River 我去了以後呢，我感覺並不好，那個景點比較大哈，好多船也不太乾淨，河上不停的有船開來開去，那個馬達聲特別大，就是這種遊客比較集中的地方，對我來說我的感官都是非常不好的。雖然是在紅樹林的這個河岸開哈，就是野生動物我覺得都嚇跑了，就只看到2個普通猴子，也沒看到什麼像樣的野生動物哈。我覺得這個 Madu River 的 Safari 你是可以不用去的。反過來哈，在 Bentota 的，它就是那個河和海交匯的地方。你在 Bentota 那邊去找一個小船去 Safari 哈，你的個人體驗要好得多。這個我前面也出了我去紅樹林裡的這個視頻哈，你可以看一下那個感受哈。小船很乾淨，而且它的
船很新，它的馬達的噪音也比較小，然後那個船長的素質也很高。個人體驗哈，跟 Madu River 那種大的觀光 tour 都去的那種景點哈，完全是不一樣的。如果是我去的那種形式的 Safari 哈，我覺得是很有價值去的。然後在 Madu River 的這個 Safari 的這個景點哈，他們通常哈就會向你兜售，讓你一起去遊覽那個香草園。斯里蘭卡其實它是出香料的國家嘛，但是我沒有去，因為我覺得這種專門針對觀光客的地方，它是以兜售產品為主的嘛，我不太喜歡這樣的環境，我就沒去。然後它的那個按摩魚呢，就是那種你把腳放進去，那個小魚就過來，它會吃掉你腳上的這個角質層什麼的哈。我一想那個大池子那麼多人腳丫子放進去，我就覺得好不衛生。我是特別不喜歡這种，所以我就都拒絕了。按摩魚啊，後來我在熱帶雨林徒步的時候，哎呦，那有天然的溪水，那裡面有天然的这种野生的这种按摩魚。我一走進那個溪水裡的小魚，嘩的一下就過來，就把我的腳圍住了。哎呦，那個感覺啊，這好神奇哈！就是我整個我的旅行過程中也是非常開心的一次經歷。如果你喜歡這樣的體驗的話哈，那個熱帶雨林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去的。那個熱帶雨林呢，也是世界自然遺產，它是世界上極少未經人類染指的純天然的熱帶雨林。在熱帶雨林徒步，它是要求你一定要帶向導的，你不能自己進去，比較危險哈。熱帶雨林呢，你徒步的時候，它的景觀變化其實並不大，你可能甚至會覺得單調，因為就是一樣的樹嘛。可是它裡邊的細節哈非常豐富，各種蟲子呀、小鳥呀、變色龍啊。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導遊，這些細節會帶給你很多驚喜。這個呢，我後邊也會專門出一集視頻，大家可以看。覺得去看大海龜非常有趣，我是真的就是去的天然的海灘，野生的海龜，然後它就在那個海灘上游泳啊，好多隻，然後那個地方很多觀光客去看哈，我覺得這個地方值得去，但這個地方它並不是著名的景點，我會把這個地點哈會分享在我視頻下面的這個說明欄裡，到時候你想去你就可以看到。說了這麼多斯里蘭卡的此生必到級別的景點哈，其實我最想給大家的建議是，你要留出一些時間來，讓你能夠很從容的去欣賞斯里蘭卡大自然寧靜的美。這個是旅途中非常美好，也可能是你記憶最深刻的那種體驗。像我去茶園的時候哈，像我的那個酒店就是基本上都是住1個晚上就都走了。我呢是訂了3個晚上，因為我就是想要在茶園裡很放鬆的住在那裡，清晨想出去散步呢就出去走一走，然後下午呢想喝茶就在那裡喝個茶。這個茶園的景色哈也是分分鐘都在變化，所以你在旅行的時候一定要給自己留一些從容的時間，来沉浸式的去體驗那個寧靜的風景，而不是一個景點一個景點的不停的去看。你坐下來看山看海看雲，然後那個沉浸其中的那個感覺是旅行中非常美好的一部分。斯里蘭卡除了風景以外哈，它是一個文化非常多元的國家，所以在斯里蘭卡有一些文化體驗哈，你一定不能錯過。除了我之前提到的那個寺廟的一些傳統儀式以外哈，喜歡火車文化的人，你可以去坐它的景觀列車。火車站哈是100多年前英國殖民地時期建的，車站裡哈到現在還保留着很多100多年前的元素。那在斯里蘭卡最不能錯過的文化體驗就是锡蘭紅茶。你在斯里蘭卡喝到的锡蘭紅茶跟你在其他國家喝到的哈真的是不一樣。這個也有視頻，大家去看。我這次去斯里蘭卡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呢，就是想要去看這個锡蘭紅茶的產地，去看這個茶園。我還在茶園還體驗了採茶，當了1天的採茶女。體驗茶文化呢，你一定要去非常高級的地方，比如說最好的酒店，那种大量的觀光客會去的，甚至於就是旅遊大巴會帶着遊客來的那些茶園和茶廠，我覺得你就不用去了，去了你也沒有啥好的體驗。這些都是 tourist 會來的比較著名的工廠，我就不太喜歡這種人多的地方，所以我去到的是山上很安靜的地方。
沒去對地方，你的感受就是不好。那我呢也去了，就是一般游客都会去打卡的这种茶厂哈。那我的感觉到真的是太不好了，我真的是转身就走。比较高端的、比较小众的茶园，那个个人感受真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地方绝对值得花钱。我最推荐的体验茶园文化的方式哈，就住到茶园茶山上的酒店里。我自己住的呢是遗產茶廠酒店，其實我更想去住的呢是 Ceylon Tea Trails 這個酒店，這個也是斯里蘭卡的頂奢酒店，是斯里蘭卡的最著名的紅茶品牌迪奧瑪旗下的，它也有頂級的茶文化的體驗。為什麼我沒有去住那個 Ceylon Tea Trails 哈？這裡邊很搞笑，我在後邊介紹斯里蘭卡酒店的時候，我再跟大家講。到任何一個國家旅行，打開這個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品嘗它的美食。那斯里蘭卡我覺得就是特別值得，就是一一品味的哈，就是它的咖喱。我說為什麼說一一品味啊？因為它的咖喱種類太多太豐富了，而且它跟咖喱配的那個米飯的種類也是特別的豐富多彩。但它跟印度咖喱完全不是一個風格。除了咖喱以外呢，就我個人而言哈，我會覺得科倫坡的那個大螃蟹、大蝦的那家特別值得去。我感覺哈，就是吃螃蟹這個事情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娛樂，entertainment 對我來說是。所以我覺得還是旅行中一個很好的一個美食體驗。它這裡邊那個巨大的螃蟹，還有那個體態特別結實的大蝦哈，都是斯里蘭卡特有的品種，你在其他國家還吃不到。斯里蘭卡的煎餅哈，我覺得這道美食可以從頭吃到尾，這個非常好吃。它是用米粉的麵糊，然後加上椰漿調配的。它是發酵過的，所以它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像我到後邊哈，就是我1個月的時間一直吃斯里蘭卡料理，我真的是已經就吃不動了哈。到後邊我就是腸胃疲勞的，我就想喝一碗大米粥的程度。其他的東西吃不下了的時候哈，就這個斯里蘭卡這個煎餅哈，它叫 Hopper， 這個哈始終吃得下，它非常易於消化，又是發酵食品，沒有任何腸胃負擔，非常好。那再說說斯里蘭卡的酒店哈。你別以為它是一個窮國，只有貧窮落後哈。斯里蘭卡的頂奢酒店、奢侈酒店、美景酒店、設計感超強的民宿太多太多了。這個國家的住宿哈有非常多非常好的選擇，而且價格也不便宜。我去斯里蘭卡旅行之前哈，我訂的酒店全是頂奢酒店，我就是決定去斯里蘭卡來一次頂奢的旅行。我這裡邊有個投資失敗的慘痛教訓。在這之前一直日本的股市不是漲得特別好嘛，我做投資的這些股票呢也都是收益非常好。我有一個呢拿了時間很長的全日空的股票，我是重倉它的。為什麼會重倉它呢？因為哈我重倉的股票就一定是那種哈，首先就是優良企業，然後其次呢它的月線哈在底部已經盤整好了，就是它不可能再往下跌了，它沒地方跌的程度，它只能往上走了。就這種股票我找到了呢，我會重倉，因為這種股票我不需要費心，我不用想。然後我放個1年，它比如說它底部盤整時間長，有可能1年2年哈，沒關係，我就放在那當存款好了。到最後它這個漲幅絕對是讓我在完全不操心的情況下，可以收穫20-30%甚至翻倍的這個利益哈。在我決定去斯里蘭卡旅行之前呢，這個全日空的股票呢，我有20%的浮盈，它的月線走勢非常漂亮。然後我呢，當時看到這筆錢之後呢，我說這筆錢我給它花掉，我就決定來一次斯里蘭卡的頂奢旅行。這個就是我去斯里蘭卡的原因。規劃的全部都是斯里蘭卡的最好的酒店，就在計劃成型預定的時候哈，可打起來了。當時我的全日空的股票是20%的浮盈，然後看它的月線走勢，我覺得它還能往上去，我起碼可以拿到30%的浮盈。就在我要把這個股票賣掉的時候，打起來了。第一天我的股票就啪的一下跌了8%，然後我當時還沒把這個戰爭當回事，我想這個是一個屬於應該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哈，緊張感一過，這股票肯定馬上又回來了。我就第一天跌了8%，我都沒有賣，第二天可能跌了10%吧，從20%的浮盈變成了2%的浮盈，已經跌到這個份兒上了，我也
沒辦法了，我就想說再等等吧。結果它跌到了還剩0.2%的浮盈，哇！我重倉的股票呀，这要再跌下去，我不是要賠死了？嚇得就趕緊清倉了。我清倉了是對的，因為後來它還跌了很多。總而言之呢，就是在我出行之前，我的旅行經費跌沒了。我的頂奢酒店啊，我就把它們一個一個就挑一挑哈，挑那些可以取消的哈，取消了好多，换了一批酒店。这个就是为什麼我在這個茶體驗的酒店從 Ceylon Tea Trails 變成了遺產工廠酒店了。但是當然遺產工廠酒店也是非常好的酒店哈。但總而言之吧，我的斯里蘭卡頂奢旅行呢就降了檔次。所以也是做投資的話，只要有戰爭打響，你是第一時間跑吧。我就是沒有把這次戰爭啊當成多大個事兒，沒想到它會持續這麼長時間。回到斯里蘭卡酒店哈，就是我在旅行的時候選擇酒店的標準哈，第一呢，一定是這個酒店的環境要好，哪怕是5星級，你在鬧市區裡的，對我來說也不如那種在山間啊、湖邊啊這樣的酒店更有魅力。所以我是先選它的大環境、自然環境。其次呢，我會看它酒店的小環境，就是它內部的品質，然後是它的服務。這個酒店的服務是對我來說還是蠻重要的。我很多時候哈，就為了去享受那個非常好的環境和非常有品質的服務和非常好的餐食，我會去專門去住一個頂奢酒店。那時候別的什麼也不幹，我就是為了在酒店享受幾天。這次呢，我雖然沒有住上 Ceylon Tea Trails 這個酒店哈，但是這個酒店我在跟他們直接的這個溝通的過程中，他給我的印象非常好。他們回復郵件啊，真的是非常專業，對客人非常尊敬，然後非常為客人着想。這一點啊，我對他們的評價非常高。這次沒住上，是因為我這個錢包不夠扎實啊，我挺遺憾的。我覺得那裡邊的住宿體驗應該是非常好的。退而求其次選擇的遺產工廠酒店呢，我感覺也是非常好的一個酒店。然後這個酒店的員工啊，特別有那個娛樂性，他就是除了讓你體驗他的這個茶園文化以外啊，他給你安排的就是好多很有趣的，讓你逗你開心的這種服務哈。就比如說他有一個這個老火車餐廳。看視頻，我後邊會出。斯里蘭卡哈，它的好的酒店太多了，你隨便在網上一找，風景特別美，設計感也特別好的酒店非常多。如果你是一個追求旅行品質的人哈，你一定能得到滿足。我在斯里蘭卡哈還住了一個小的，就是設計感很強的一個酒店。這個酒店雖然很小哇，但是太漂亮了。這個酒店我也會介紹給你們，在後邊的視頻裡。這個說到斯里蘭卡的旅行開銷哈。別以為是窮國，啥也不便宜。就是旅行是一件豐儉由人的事情。如果你要是想很接地氣的，然後經濟實惠的旅行呢，那這個國家的確有非常低物價的這部分。但如果你要是想像我一樣，想舒舒服服的，有點小奢侈的這種旅行的話呢，那它的旅行成本呢，其實也並不低。你比如說哈，像我第一天在科倫坡吃的那個大螃蟹哈啊，那一隻螃蟹$130，那一隻大蝦$35。當然，你要是跟紐約的那種高級餐廳比，它還是便宜多了，對吧？針對外國遊客的消費的這部分是一點都不便宜的。如果你要想有比起普通遊客更好一些的體驗的話，你要花的錢不比你在一個發達國家旅行花的少很多。它的物價體系哈是雙重的。你比如說去國家公園哈。當地人可能就1-2個美金，我們外國人呢就要幾十美金的門票。包括你買那個觀光火車的那個車票的時候，你可以在網上預定哈。你在網上預定的時候，他也讓你選你本地人，你還是遊客，價格都是不一樣的。我在旅行的過程中呢，我覺得就是偏好點的酒店，就差不多都是200多塊錢，中等靠上的基本上500、600、700、800就很平常。那頂奢酒店呢，沒有低於$1000一個晚上的房間，這也是為什麼我都把他們從我的單子裡給挑出去了。
那還有一些旅行的細節哈，比如說你在斯里蘭卡換錢呢，建議呢就是你不要一次換很多，但是你一定要有很多零錢，因為斯里蘭卡是一個小費國家，你一定要給小費的。這在當地的旅行呢是常識，他們還是很依賴這部分收入的。但是你就是不給，或者有的時候我就是真的剛好趕上我手上就沒有零錢了哈，就沒給成的時候也有。那他們不會追着你要，也不會追着你骂，反正你給了他特別高興。我覺得這一點啊，這個斯里蘭卡的服務素質還是不錯的。然後呢，就是斯里蘭卡的店啊，它真的是一個會停電的國家。我在一個特別美的酒店，一天遇到了4次停電。又停電了，沒方向了。這個漂亮的酒店呀，中看不中用啊，就是不停的停電。它的那個電哈，用的量稍微高一點，它馬上就斷電了，它的那個容量不夠。我就這在酒店裡又過成災難片了。這是我的緊急用品的一個小包，因為前段時間一直是機場來電了，我正要把我的緊急包拆開用了呢。但是停電的原因有很多種哈，我遇到的第一次停電呢是酒店自己電路設計上的問題哈，我第二次遇到停電呢是那個猴子把酒店那個電線給咬斷了，就是停電的原因各種各樣，但是你一定會遇到停電。插座的轉接頭你一定要帶，也有很多酒店它只有那種就是英式的插頭，所以沒有轉接頭你是会比較狼狽的。這個是我在斯里蘭卡用的轉接頭，一定要買那種有穩壓功能的，因為它的電壓不是很穩，尤其它斷電可能会有瞬间的这個電流不穩，所以有這個穩壓功能的轉接頭我覺得是必須的哈。我這個除了是轉接頭以外哈，它還帶了這個 USB 接口，就是在給電腦充電的同時呢，我還可以給手機、照相機充電，這還是挺方便，就是一個全搞定了哈。這個轉接頭我在前幾天的旅行好物分享的視頻中有特別介紹過，我把這個鏈接呢也放到視頻下邊，你需要的話可以打開看看。還有呢，就是旅行的時候一定要帶的常備藥哈，我覺得是壞肚子的藥是一定要帶吧。我自己就壞肚子，而且肠胃炎是還發燒了哈，搞得挺狼狽的。但是呢，我带了日本的这個正露丸，特別好使，這個我必須推薦一下。這個是日本的非處方藥，在日本的一般的藥局都能買到哈。現在在中國好像在很多其他國家也可以買到了。它是日本幾乎家家必備的藥，這個神藥啊，在任何地方旅行這個是絕對必帶的。你吃壞肚子了，吃得不好了，吃上它基本上就可以安然度過。吃2-3天就痊癒哈，這個是如果你們有機會來日本或者在其他國家能買到的話，我還是挺推薦的。另外我旅行的時候一定會帶的哈，就是這種直接給喉嚨消毒消炎的這種藥水。我的這個藥水呢是滴到那個水裡稀釋一下之後用來漱口。那因為我們其實在旅行中很多這個病毒感染它都是經過上呼吸道進來的嘛，然後你覺得嗓子不舒服的時候，其實就是有病毒或者細菌感染在那裡了哈，就是用這種消毒殺菌的這種漱口，它就可以非常好的就是緩解喉嚨的炎症症狀。基本上呢，像我如果剛開始覺得喉嚨不舒服，我馬上用這個來漱喉嚨漱口的話，症狀就不會更嚴重，很多時候就控制住了。所以我覺得這種給口腔喉嚨消毒殺菌的這種藥水也是旅行必備的。另外呢，就是我覺得旅行的時候要想不生病，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免疫力的系統呢要有一個很好的工作狀態。我有2種，這個是膠囊，這個是粉末的，放在嘴裡一沖就下去那種。這個 AHCC 呢，就是我日常來維護自己的免疫力也是在吃它，但是旅行的時候，因為我覺得免疫力系統的工作狀態特別重要，所以我旅行的時候是一定會帶它，我覺得效果還是非常好的。它不是說提高你的免疫力，我們的免疫力過高過低都不好嘛，它是平衡你的免疫力，讓你的免疫力系統處於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工作狀態。它是蘑菇提取的純天然的成分，日本一家公司的產品，在日本市場上非常有名，已經暢銷了很多年了，非常安全也非常有效。這個現在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也能夠買到，我也把產品的鏈接呢放到視頻下邊，我還是挺推薦這個產品的。
我旅行的時候一定會帶的就是電解質粉，但我的這個電解質粉哈，我不會去買超市裡的，因為它那裡邊的糖分的含量啊什麼的就比較大，喝多了其實可能糖攝入過高。那我買的是醫院會用到的那種電解質補充的那種成分，所以它的成分呢就是比較單純，它沒有為了說讓你喝起来好喝，給你去 flavor 哈，给你做一個什麼橘子味的呀。那我覺得這種就是很單純的電解質粉的這種沖劑，對我來說呢，就是非常好用。旅行啊，戶外啊，我是一定會帶着它。就是每天旅行的時候，我不是在觀光的時候也會帶水嗎？我就把它放在那個礦泉水瓶裡，就加一包。這樣的話，你在外邊出很多汗，失掉一些水分的情況下呢，你的電解質也不会失衡，可以預防中暑，而且可以預防疲勞。這個也是我旅行戶外都是一定會帶的。另外呢，我是一定會再帶多種維他命哈，在旅途的過程中呢，以防这個吃的營養成分不夠均衡。本來呢，這個斯里蘭卡旅行的攻略，我是打算放在我斯里蘭卡旅行的 vlog 全部都出完了之後，最後一期做這個攻略的。這樣的話，我就不會劇透太多嘛。但是呢，我後來想一想說，如果我把那些都做出來，那很長時間可能哈，我會把旅行的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就慢慢的就可能忘掉了。所以我在想說，我要在我還沒有忘記之前，我趕緊把它整理一下，分享給大家。整個斯里蘭卡的旅行啊，非常精彩，體驗非常美好，不管是酒店還是風景，真的就是對我來說，這個國家屬於此生必到。而且它這麼小哈，你可以一次性把它全部玩完。如果你想看更多具體的內容的話，你 follow 我的視頻，我接下來呢，斯里蘭卡會一集一集的繼續做，我估計哈，我可以一共做8、9集。所以你看啊，斯里蘭卡內容真的很豐富，很精彩。下期視頻見。